各位朋友们好。今天咱们的话题是非常神秘的，就是一些神秘的像人像神的石头像。这有什么神秘的呢？值得我们大讲一堂课呢？我觉得非常神秘，我是越研究它越痴迷，越研究它就觉得这个又涉及到了地球啊、人类呀、人类的过去和未来啊，这个地球的什么大灾大难呐，都联系起来了。那这些内容的表现就在今天的这堂课上头，非常好玩，非常神秘。所以你要耐心看下去哈。看我戴的戒指好看吧？好吧。你看咱们在整个世界考古学之中你看我这个亚洲也来过了，欧洲我也去了其实在看这个人类历史呢作为有一些物品或是文字作为证据的，就是人类文明的推演史、发展史，不过就是4、5千年就是5000年所谓文化长河，就是文化长河。今天我研究完这个之后，什么文化长河呀？就根本就是文化小溪。我们今天讲的才叫做长河。对，就据这些科学家说就咱们这个居住的地球可能超过了50亿年以上，但是100亿还是150亿这个也没法精准的算出来那可是咱们人类呢，所谓的能看到文字或者一些具体的物品进行测验推理，5000年就是这样子早一点的5000年，晚一点的100年前刚开始读字儿你像很多地区，像印第安人，你真去了之后才发现他还是用石头凿火呢，还在那儿这冷了之后拿一块动物皮、老鼠皮捂在身上，就是这样，还是这种生活方式对。那么在这漫长的地球这几十亿年到100亿年之间它发生过什么样的，比如说灾难呢？比如说问你们俩今天2位靓丽的美女你比如说火灾、水灾、大地震，是吧？应该都经历过几次吧？对，我相信应该很多次。那么多亿年前的话，对，是吧？至少我们还听过这个什么冰川时代呀，恐龙时代呀，仙母女仙女木对对对，仙女木时代冰河时代，对，对，文革时代那个比较年轻了对，所以这个人类大历史的长河，像刚才我们讲的几个时代，它是这个地球上可能达到了100万年左右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比如说恐龙时代，你们有印象多少年吗？恐龙的话，今天挖出恐龙化石至少2亿年前。就是这样的，它比较，据说很久很久以前，就是据科学家说。但是在我们猜测，如果咱们拉近一点关系，可能50、60万年，这有可能。要不然它变不成这个骨头，变不成化石。对吧？它变成化石的话，也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等待才能变成化石。对，所以呢，我们带着这么多的对人类，我们是赖以生存的地球上有这么多的谜，这么多的问题，今天带大家一个绝对令人着迷的一个关键点。这个点呢，就是在太平洋上一个翻面太平洋非常难以见到，用放大镜都找不着的一个小岛。这个他们就是有欧洲人发现这个岛之后呢，就200年前发现之后呢，发现那一天正好是西方的这个复活节的那个时间，所以呢，这个探险家呢，他是荷兰的，他就把那个岛自己起了个名叫复活节岛，对，复活节岛。大家看我们那个地图上
在地球的这个地图上，这是太平洋哈，整个其实它这个周围啊，3000公里以内绝对没有人烟，但是为什么变成就是2000多平方公里没有人烟？当中有一个点呢，其中挨着它2000里的一个也是个小小岛，哎，才有几个人，啊，就算是就是2000公里之外有一个小岛有点人，也就是这些人哈，就是游泳坐船都到不了的这么一个，到不了人类大陆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如果这个岛上如果有人的话，就死死的就这个囚禁在这个小岛上，无处逃生呢。哎，说做人类的监狱还可以是吧？不用抓你，你跑不了。啊，你一下去上面全是大鲨鱼啊，你也不敢下海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哎，它呢其实它刚才在那个地图上看到，地球这个地图上看到，就是它的右侧呢，实际上是南美洲的大陆。啊，什么秘鲁啊，那一带，对，智利呀，对，是属于那样的这个北美，就是南美洲的大陆，哎，是这么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旁边其实海应该叫一望无际呀，他就用超级望远镜也望不到大陆，也望不到牛马羊，望不到，太远了，感觉就是一个孤岛，就是太平洋上一个大孤岛，小孤岛，小孤岛，这个小孤岛有问题吗？没问题哈。这小孤岛也不大，才10几公里长，10几公里长。因为大家你今天所有的朋友哈，你的那个城市的，比如东西这个距离，通常都是10几公里，就是一个中大型城市的时候都是那么长的，哎，所以也不是很长，不是很大，就是一个城市的面积。是，就是这么大。它上头可能有3、5个火山的那个。是，它有，它这个岛是一个火山岛，好像。火山岛。对，有3座火山，正好在它这个像一个三角形的3个角上。那如果这样的话，会怀疑是说，这个岛哈，从远古时期一直喷发，越喷越高，越喷越高。它从地下喷出岩浆来嘛，变成石头。对，当然这个岛的形成我们也不知道追溯到多少年，几十万年或者是100万年都不知道。对，反正就是它不断喷岩浆。如果比如说没有水的话，这个岛绝对是第一高山，对不对？因为旁边它有山形的，就是水下山形的这个就是山脉。对，水下山脉啊，这是它能露出来的一个山尖儿，是，所以呢，这是个很大的一个山峰。对，如果把水给抽干的话，是不是也是几千米的一个高峰来？对，不得了的。但是这个山峰呢，它主要形成就是可能多少年前哈一直喷发这个火山，因为火山喷发之后就是岩浆，大家在电视上都见过哈。一喷出来之后，像熔炼的铁一样哈，冒着火星子，哗哗的慢慢流动，最后凝固下来之后，就是所谓的石头。对，那这个岛呢，他们被发现的时候，实际有人类，对，据说这个人类呢，有点像，亚洲南部，南亚洲地区。像这个印度尼西亚呀，还有像印度尼西亚再往南附近，那么有几个国家都是小岛国，有些名字我们都没听说过的那样的小岛国哈，就与他们的形象呢其实是有一些关联性。对，所以这里的人类呢，今天这个探险家发现这个人类，就是属于他们那个长相还不太像那个北美人、南美人。他有点像这个亚洲人，有这样的血统，那当时该是飘过去的吗，师傅？他们好远呐，离这个印尼那边呢，在茫茫大海之中。对，所以你看到他们的这个就是长相哈，其实呢就让我想到呢，美国有一个太平洋一个大岛，记得叫啥吧？夏威夷岛。对，
夏威夷岛上的原住居民不是西方人的面孔，他是亚洲人面孔，所以这些人的长相呢和这个岛它都是就好像有关联的，这个长相算是亚洲人面孔，绝对不是西方的，只是从政治与管理上呢是归属于美国，是吧？哎，但是所以有很多人曾经据说多少年前发现那里人，有的人会说日本话，有的人会说一种土语，不知道，反正说不清是哪里人。我觉得呢，就是因为这么老远哈，就他们离这个土地大陆的这个位置，那好几千公里哈，好几千公里的话，如果咱们按照手划船的这个速度的话，得花半年的，而且还有体力，能有吃有喝有淡水，有粮食吃，对不对？最快花半年，还遇不上什么那个大风天，对吧？哎，所以他们是怎么去的呢？我也进行了研究，我就觉得呢，就是超级大台风。哎，比如说大台风从，比如像台湾或印尼那开始吹，是吧？哎，开始吹了之后呢，大风来了之后，结果他呢就抱着个大木头，因为有那个树杈抓的还比较紧，抱着那个大木头就被吹下海去了，吹下海去还没有停止，可能没有直接掉到海里去，在旋风涡之中，比如说2个小时，把它推送了1000公里，比如说十几个小时，吹到了这个岛。那很快了，像飞机一样，是像天然的飞机，太有趣了。我只能这么猜想。那说有男有女，就不但有吹过人来，对，就是这样，要不它不能繁衍啊。对，那这个在那边一些学者考证那个现有的人，就是说从100年前发现那里的人的这个人种呢，就是2种，一种呢有点偏西方人的脸，一种呢根本就是亚洲人，所以这2种人都是移民过去的，是不得已的移民，很被动的，被大风给吹过去的。如果划船，死都划不过去。你这如果弄个木头上的，哪有那么多食物啊？那今天很多网友就会想说，顺手就抓鱼在大海里头，你以为人趴在船上都快动不了了，快瘫了，你还能顺手能抓到鱼？不可能的。对，鱼在海中就和鸟儿在天空一样，它非常灵活，而且速度很快，并且它身上黏糊糊的，让你抓不住它的，是这样。所以人类的构象抓不住鱼。还有一个水，人要喝淡水，对不对？那海水是不能喝的，那是逼急了喝2口，说越喝越渴的话，干嘛喝它，对不对？所以按照正常这个划船往那儿到那个岛上去，那不是9死1生了，100%都死了，就去不了。所以我就是怀疑，就是超级大风，把人大旋风从起飞，到降落几个小时之后，对，只有这个超级大风的速度才能把它通过若干小时运过来，当然被吹起来的可能1000人，落到这儿能活的不到10人，可能就是这样子，而且吹的时候也没有目的性啊。这时候在哪里降落不知道，所以有的吹到夏威夷，是吧？有的吹到日本，有的吹到台湾，有的吹到这儿对，就是这样，它不断吹的，就是这样。所以当时这个荷兰探险家，就是到了岛上之后，好像东西并不多，是吧？就啥都没有。对，感觉是一个物资贫乏的地方。对，就是那探险家写的日志，好像说就是一些很原始的人类，然后加上一些海鸟。那海鸟一定有呀。对，没什么牲畜，感觉，没有什么牛羊这样子的。好像发现说，就是基本上当地的人感觉就是靠捕鱼为生。我觉得应该鱼就是它的主食。对。这么小的岛上是种植被的话。因为都是大海风嘛，在大海洋之中对，它绝对太平洋中央气候，随时就是大风，随时就是大雨，光那么大的风速可能种植东西也不太容易，尤其是在古代的时候，所以关键它和其他大陆没有连接，你比如说
离大陆能划船2天到，这个也可以有贸易连接，对不对？这个就没法连接，所以它周围出去就是大海，啊，除非你和东海龙王连接，否则连不了，所以就没有任何的物资、文化啊等各种的交流都没有，所以只能就在这好好在这活着吧，出不去的，所以他们有少量的什么薯类，就是吃的什么甘薯啊、甜薯啊，就是类似红薯啊这类的东西是有的，啊，当然据说还有香蕉，但是这个香蕉，我也去研究了哈，他们当地有一个科学工作者，他住在那个岛就神秘，这个岛的研究科学的人呢，就研究说这里的香蕉哈，在这个岛已经耕种了3000年以上，3000年以上，就更着迷了。关键说我们现在看到上岛上的人类到这儿来，应该也没有超过3000年。那是谁种来的呢？啊，就说种过香蕉的人知道，说这个香蕉树哈，它是一定通过人工进行根茎种植，而不是种种子。那3000年前谁来种呢？啊，好玩哈。是个谜。这些并不重要，和今天我们讲的主题相比，并不重要。这个岛上呢有很多个，大概300-400个哈。这个石头不知是人像还是神像，反正样子都像人，大家可以看一看哈。五官呢还是比较大气，啊，鼻梁高挺。啊，叫天庭饱满啊，对，地阁方圆，是，对，耳朵也很大，对，所以他这个如果有类似于这个现代人的这个样子的话，反正他应该不算是亚洲人，对不对？像北欧，有点北欧的感觉啊，欧洲人，比较纯的欧洲人的像，对，那说这个有啥了不起呢？听细节就知道了。这些像，是我相信以现在，不管你今天是哪个国家的人哈，以人类的这个工具和体能，无法完成这个制作，还要把它运输，还要再把它扶着立起来。还有的头顶上有一个10吨的石头大帽子，这是人做不到的，因为太重了。你像人类所谓的文明发展史，最多5000年，对不对？那这个像的话，以今天的人类那个什么雕装机器哈，大吊车，去把它雕的话，也应该非常大的大吊车，可能几个联手合作，有可能能把它扶着立起来，是这样。所以这个从4米到10多米哈，所以从10吨到80吨，它是石头啊，它重啊，别说80吨，就是40吨重。人类把它扶起来的话，我不知道花多大的代价，对不对？可是呢，在这个岛上头，它又没有更额外的什么那种，没有工具，就除了石头之外，好像没有找到任何的铁器呀。它连绳子都没有。对，没有。它很原始。所以刚发现它的时候，就有点像人传说中的都是山洞里住的人。他论洞，你是哪个洞的？是吧？他连可能婚姻关系也没有，工具也没有，更不要读书了，也更别说天文学了，应该啥都不懂。所以在这里就是一个非常原始的这么一个孤岛上，这些类似人像的这个雕刻，这种能力再把它树立起来，关键有400多个。对。所以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其实大家一看哈，这个像，如果你乍一看，上头带一些灰尘、一些土啊啥的，其实不知道它有多精致。其实这些像做的哈，雕刻到打磨的非常的精致。可以理解为像人的皮肤。但是这些石头像呢，它这个材料哈，就是来自于就本岛上的这个火山流淌形成的这个火山石。火山岩做的。对，火山岩。这个火山岩呢，它就有很多孔洞。
因为它热嘛，喷发出来就有气泡，是，有孔洞在里头，有空气的地方里头形成空的，对，所以呢，这个石头雕刻确实并不是很硬的部分，但是也毕竟是石头，毕竟是石头，所以它的重量还是很重，对，就是以现代人如果不借用超级大吊车，实在没法实现把它给一个是从雕刻的地方雕刻好运过来，再把它立起来，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是，而且据说哈，师傅，就是这些大石头雕像，它好像都是环岛排列，大部分都是围绕着岛。围着岛。围绕着岛站立着，都立在一个高台子上面还。对。那有没有发现他的脸冲的方向呢？他的脸都是99%都是冲向岛内的。好像说一共几百尊吧，好像一共可能800多尊这样的石像，只有7尊是冲向岛外，就冲着大海的，其他的都是面向内陆的。就是他们在，好像是这显得更神秘哈。对。表情都差不多，感觉都挺威严的哈。但多数都有点脸都有点往上仰的感觉。微仰的。微仰。就有个小角度。是。有意思啊。那当地人呢，他们这个管这种石像，巨大的石像，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默哀石像。默哀石像。默哀。对，这个翻译过来就是我们祖先的真实面貌。当地人管石像说这是我们祖先就长这个样子的。那起名字有点问题啊。对，你祖先个儿太高了。是，他们感觉很自豪。是。对。其实那个复活节岛是当时候那个探险家给他的名字嘛，但是其实当地人对这个岛，他们有另外一个以他们的当地语言的一个名字，叫拉帕努伊。拉帕努伊。拉帕努伊，然后翻译过来是地球的肚脐。肚脐就是我们人的肚脐眼吗？对。是。肚脐。肚脐。这就变得有意义了哈。是。它不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存在，它是这个世界的肚脐。是。也算生命之源哈。对。很有趣有道理。是。那因为它确实很大呀哈，师傅，就像您说的，它这个最重的有80多吨的哈。那很多科学家呢就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猜想。就想，因为科学家总是想要用人来解释，总是觉得这个应该可能是当地人做的吧。如果是当地人做的，他们怎么搬运呢？对呀。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很有趣的猜想。肯定啊。就是有的科学家就觉得说，哎呀，是不是在这个石像下面垫一块大木板子，然后拉根绳儿，然后就这么拖着这个石像往前走。对，那小个儿的还行。像个儿大，一说到几十吨重的话，这个如果用木板拖行，应该不可能。是。感觉没有那么厚的木板能承受得了那么重的石像都。但是呢，就是说我知道的，用大石头，或用很重的东西哈，他就把这个木头哈，找这个最圆的，粗细差不多的，他一直呢一个一个的往这个道路上铺。对。如果有点路的话，完了之后后面的人拿绳子和推呀哈，连推带拉的，底下借重这个木头的圆性可以滚动嘛哈，当滚轮一样的。对。所以当滚过去的部分呢，有人再把它抬在前面再铺，是。这样像铺铁路一样那么滚动，这也是一个方法。对，他就要把这个木头呢锯的这个长度哈，比如说2米以上的长度，这样铺的路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这个压力面积哈一下变大了，所以也不至于这个土完全沉下去。所以这也是一个方法。但是这个岛上，我也没听说有很多大的木头。对，基本没有。好像没有说有大木头。当时那个荷兰探险家发现他们的时候，觉得岛上都没有什么树木。没有树木。对，感觉挺贫瘠的因为它是火山岩。对吧？火山岩岛。如果变成土的部分呢，一个是大风吹来的灰尘。
还有灰尘之中可能夹杂着一些，就是海里的像沙子一样的东西。你知道海里的原始沙子是啥吗？很多人不知道吧？哈，海里的原始沙子从海底捞出来的，多数是贝壳的粉末，破碎的贝壳粉末，是这样的。所以这些贝壳粉末，它就不可能是长庄稼、长植物所以这么一个应该说全是石头的岛，它就很难长东西。所以有土的话，它的混合性它也不太容易长东西，它是以沙子为主的。对，这种沙子又是那个海中的这个贝壳碎末。所以不行，所以它这里就没有大树的存在，是。然后他们当地人还有一个神话他们说那个摩艾这个石像，他是自己走路走过来的，走到那个台子上的。然后后来呢，那些科学家也是就是利用一些一些实验呢，去模拟说他怎么走，就是两边有人拉着绳子，就是拉着他走这样子。有做过这个实验了，但是也是非常困难，因为它就是要过很长很长的一个路，从它就是挖掘的那个火山到它最后安放的地方。这个我没法想象，因为太重了，它是块石头，再说如果雕刻就是个细条嘛，像人体一样，所以它这个压力，它不是个石头板不是个片，它这么一个垂直的这么一个墩子，一个石头桩，是这样它那个就是重力很容易在地下呢就往下沉下去，往下随便一压，普通的土地就压下去半米深都很正常，所以你让它自己走，所以但是本地人他如果把它神化的时候，就觉得我们的神无所不能。就还可以这么说，我们的神就从美国飞过来的也可以，是吧？反正也不上税，对，你吹呗，那只是想象。他们住那么多年，他见过有几个石头人自己走了？我相信是没有见过的。对，就是反正想象。对。对。那它还有一个挺有趣的细节师傅，就是这些石像呢，他们的那个手势。挺有趣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个图片，就是它很多石像当地都被风化了嘛但是当时有2尊，就是机缘巧合到了大英博物馆。对，在大英博物馆的这一尊呢，它就是还算是没有被风化，保存的比较好你看师傅，就像师傅说的，它雕刻还是非常美的对，但他的这个手势我们就可以看得稍微清楚一点。他的双手就是蛮细长的，手指头长长的，是。然后呢，双手就是在下腹部，就是好像我们的丹田的那个地方。所有的石像都是同样的手势。那特别有趣的一点呢，是我们也发现呢，就是在土耳其的一个也是距今有1万年以前的一个古迹当时的一个石阵上面有一个石头像，就这个叫戈贝克利石阵上面也有一座石头像，它的手势，看这个叫乌尔法人雕像，它的手势和摩埃石像的手势非常的像，很类似。这些都是就是距今非常遥远的对，就是人类文明之前的这些遗迹了。就是这样的手势有什么样的寓意吗，师父？咱们都是猜想嘛。如果从走八卦来说，这是收功式。对，是丹田。对呀，就一手丹田气沉丹田对，我都是猜想。丹田是在人体上是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们比如说他这个，就是本地人对这个岛起的名字，是不是对。不就是个说法吗？地球的肚脐。对，这个拉帕努伊这个名字就叫地球的肚脐。那这个手势呢，
有的下腹部这个位置，下腹部放的位置，比如说今天可以说叫下腹部。下腹部呢，像华人要是练功的人，就理解为这叫下丹田，这叫下丹田对吧？下有生殖系统、排泄系统，上有肚脐，它守护的这个位置。那这个到底是什么说法呢？不知道。大胆的猜测，因为他们不是说嘛，流传某种故事、某种传说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有它的真实的事实，但是经过时间久了之后呢，就是风化了一部分，掉了一部分，歪曲了一部分，但是有一部分还是真的。所以这就是说，与这个岛存在的意义，还在这个岛上又雕了这么多的石人像，其实就是那个大问题，是吧？为什么？是有关系。也就是这个位置出现这些人像，再加上手势，它都是一体化的内容。那我们慢慢揭秘哈，师父。人家不是认为这是地球的肚脐吗？对。就是那所以人类呢，如果发现了这个岛屿，就像守住你的肚脐，守住你的肚脐，守住你的小肚子，守住你的生殖器官一样，都是要非常的要宝贵，要信守，要呵护。有这个意思，因为它是这个地球的一个重要的，就像一个系统。对。它非常重要。核心点。那么这些岛上的人，他们在这么多年以来除了最近这几十年和地球不同国家有打交道，有游客去那么他们之前就是一个根本没人去的荒岛，如果去了你再出不来了，所以他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可是他有这个名字，难道这是巧合吗？这都不是巧合，都是它的意义。所以我就理解为，它可能就是地球的肚脐。我觉得要去这么想。你看从地图上能看到，卫星地图上能看到，这么大的一个海域面积，只有这个岛。你也可以理解为叫纯净、纯洁、绝对和独一无二。这个东西一定有它的意义。明白了。那像这样的，就是你像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石像都是非常巨大的看上去真是不太像是岛上的居民建造的师父，他们没有这样的科技条件和能力。我认为是。对。因为我们发现它的时候，他们过着原始的，就比猿猴好不了多少。是。它属于这么一个状态。对。他怎么有能力雕刻这个呢？雕不了。那其实看到这样的巨石性的建筑，也让我不禁想起其实我们曾经也讲过，类似的，对，师父马丘比丘海拔2-3千米的这个山顶上，对，建出来的伟大建筑。是。对。它那个也是巨石建筑对。严丝合缝的那个石头墙都是几十吨的大石头。是。对。你就觉得不是常人所见。没错，严丝合缝垒起来。对，它的这种严密性对。对。还有埃及金字塔也是。那就更宏伟了。是。对。埃及金字塔那最大的金字塔，那占地面积当时我们讲都7-8个足球场那么大。200多万，我记着200多万巨石垒起来的。对。而且说当时的那些石块，那个缝隙连一张纸都插不进去。对。是。就是它是多么精准的切割和多么精密的测算能够建筑成就是。其实它是像精密建筑的这样的巅峰之作一样因为我对建筑是熟悉的也喜欢研究就是人类的古代的建筑，别说古代就是倒推100年前，就拿我们中国的农村建筑来说，你说你这个石头缝里塞不进纸，塞不了针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建了这么大的一个石头墙，
那个纸都塞不进去，我们只能理解为是一个结果，这不是人干的，人做不到，就是你计算不出来，因为它石头自然的形状，你计算不出来它们之间怎么样垒到一起，有了那么一点点连内的缝隙都没有，你就是打磨都打磨不了，计算不出来。那你计算得出来，你还得要把它磨成那个样子，连个缝隙都没有，那是多么精准的制造呢？我就说哈，它的制造能力哈，可能超过了人类制造手表的精密度。是。可是来制造这么大的石头，对。对吧？那制造手表的话，那个东西小啊，人类经过非常的努力之后，造出这个设备来了。可是造这么大的大石头建筑做的这么精密的话，这个人类现在做不到。对对。绝对做不到。那师父，这些伟大的这些石头像是谁造的呢？问得好。我们猜想哈，第一种猜想是神造的，因为人做不到。他们做的这个能力哈，制造的能力，是现在也做不了。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是吧？你看我们的航天设备都到火星了，但是我们造这么精密的这个建筑造不了。这是肯定的。所以呢，能造出来，而且它存在的、它制造的这个年代根本无法计算，它不是5000年以内的东西，是5000年之前的，到底是10万年呢，还20万年呢，还是2万年前呢，还是更早呢？不知道。所以说，它的创造者，我第一种猜想就是神。那大家也不要说这个神是外星人嘛，你也可以理解为是外星人或者神，就这一类的生命。那么第二种猜想呢，其实我从小就也在研究和琢磨的，就是你看中国在远古有说法，比如说女娲造人，女娲造人，我妈给我讲故事说我说最早的人类是怎么来的啊？我妈说，嘿，我听你姥爷讲啊，就拿个柳条，就在这个水塘旁边，不是有泥土吗？他也这么甩出个泥点就是一个人，就普通老百姓、普通众生，就是这样子啊。当然这个说造人也太容易了啊。但是有个有一个坑坑洼洼的地方，女娲你也可以称水洼，还有青蛙，所以也有人说，这个最早的人类的先祖呢，是来自于水里的蛙类，所以中国呢就有了女娲。这个到底先有青蛙，还先有人，现在没法去验证它哈，所以就是从这个传说中呢，还有在像圣经里所提到的哈，就是人类曾经有这个大洪水，有一次像山一样高的大洪水，应该说这个洪水超过60米或者100米高的大洪水，而且那个时候在地球上是叫全球式洪水，因为全球式洪水，都从铺天盖地就来了，那就把这个人类以及当时的很多的生物种都给湮灭了，就死光了。但是有极少数的，就全世界也没有超过10个人的，就是说下一次人类的人种，也就是下次人类的祖先那个种子留下来就那几位。在西方传说之中，我也听说过什么亚当夏娃，如果不是他们的话，还有叫诺亚方舟的诺亚，是有这个说法吧？你俩听说过了吧？就是，想看诺亚是怎么存活下来的来？
诺亚是这样的，就是据圣经说呢，当时候那个时代，其实当时候的人呢都是非常的暴力啊，又欺骗啊，有很多战争啊，这样子，就是神明看着人就觉得非常的失望，是吧？所以就神明就觉得，哎呀，这群人就没得救了，就决定要用一场大洪水，就把他整个世界等于说给 reset 了，就是给净化一下，得重启一下。他的一净化。像杀细菌一样，是吧？对，这人类啊，或者当时的一些物种就全灭了。是，包括长毛象也给灭了。是。对。但是当时候呢，那个神看，其实这世上还有少数非常少数的人呢，是很善心的，而且就是很敬畏天地啊，敬畏神灵的。其中一位就是这位诺亚。所以这个神呢，早早就给诺亚就传递了一个消息说，我们即将会有个大洪水，那你现在呢就开始造一个大方舟，到时候大方船，对，大方舟、大方船，到时候能够保你家人平安，对，所以呢，诺亚一听到他也是非常有缘分的，他一听到就开始造船。那当时候呢，其实那个时代他没有太多的工具然后他也没有太多人去帮他嘛，因为大家就觉得这个诺亚是不是疯了？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又没有下雨，又没有洪水，那你天天在那儿造船那你是怎么样的？所以对，都嘲笑他，都觉得对他好像可能脑子有点问题吧。但是这诺亚就不管，他说神给我的旨意嘛，他就拼命的去造船，然后造了好像有几十年，终于把这个船造好了。那他造好了这个船了之后呢，他就带上他自己的家人一家8口上船，然后还带了就是地球上的一些动物，像他就是他会带1公1母这样子，他想要保存这些生命以后就是在大洪水之后，他能够继续的繁衍。对，然后他其实当时候也邀请别人要上这艘船，说，大洪水要来了，你们上船，这样子能够保全生命嘛。但是没有人听他的，就是大家都还是自己吃喝玩乐就是自己在享受着，对，都不把他的话当成一回事。所以当时候呢，诺亚就没办法，就是带着他的家人，还有这些动物，还有这些种子就上了那个船。那他一上船之后呢，神就开始给这个地球下雨了，连下了40天40夜，就是整个都淹起来了，淹了就是大概有150天，那这个大洪水就是铺天盖地整个地球这样子，然后就是其实就把所有的生命都给整个毁灭了。然后直到这150天之后，这个洪水就是慢慢的消退，然后终于到了岸上，这诺亚和他的家人就是也是得到了平安，然后从那个就重新开始了人生。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我就从小就听说过大禹治水，对吧？对。那为啥要治水呀？有洪水。据说是洪水以及江河泛滥了。说这个水一个是非常多，第二个还很泛滥，就你弄不好就把你家给冲走了，把人冲走了，把人淹死了对，所以这个水呢就得去治理它。那我想呢，说不定我们想象中的这个水，可能就像圣经里所说的那个大水，非常大的水。对，但是那个传说的时候说这个大禹治水，就有可能是现在的中原地区，就河南呐、陕西那一带，就是中国腹地的那一带，对，那一带的水，因为你看那地方有那个黄河流过嘛，就黄河本身从青藏高原的一路这么流淌下来，这个也是到了文明记载的时代有了具体的皇帝年号记载的时代。是每一个君王都是拨出很多钱款，有专门的治水官帮着守护黄河、治理黄河，还有很多的支流的小河是该堵的堵，该结的结，该疏通的疏通。其实他们每一年每个皇帝都做着这些事情，但是在此之前就有过一个所谓的大禹治水，比这个要大他那个治水就是劈山把山劈开。
把那个该泄出去的洪水要泄出去，否则这个山下头住的这个人就惨了。对，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大禹治水说不定与这个西方人所说的这个大水有关联，因为当时那个大水是有原因的。所以当时那个大水是有原因的，它是全球式的。那很多人会理解，那怎么当今没有全球式的大洪水呢？这一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就是据说哈，在当年这种大洪水来的时候呢，来之前先是出现高温，但是高温又是怎么出现的呢？那也可以理解为就是上帝的惩罚。假设更科学的来再看现象呢，这个现象中其实有一个小星球被这个太阳给吸过去了，就像你想吧，就是一个洗脸盆一盆水是吧？结果你今天拿个苹果砸进去的时候会怎么样呢？水花会非常强烈的被溅起来，是吧？所以当有一个比如像地球或者像月亮似的一个星球一下被吸到太阳上，或者被砸进月亮上，砸进太阳上去之后，它是个火球啊，正在冒着火的一个大火球，它一下就被激发起可能几百公里、几千公里的火焰。比如原来这个太阳这个火球这个火的，就是人类绝对不能靠近的这个温度，这个范围呢，可能是比如说8000万公里。但是，一旦这个再有一个行星砸过去之后，这个火焰就增长了1倍多。那么地球的温度一下多涨了，平均涨了30度。马来西亚、新加坡一下就变成60-70度，就快冒着火了，是吧？稍有风稍微大点，就摩擦这个温度啊，都能使这干树叶起火。如果你这个树上含油脂多一点，就能晒得起火，所以当有这么大的这个温度之后呢，有一个现象啊，南方是没有的，就是北方偏北地区，你像加拿大、西藏、新疆、这个俄罗斯、丹麦，他们都有很多表面上看着石头山、土山，实际上里头有一半的体积都属于冰。你都没有见过，它就没融化过，但是表面上也有石头也有土，实际上下头，我在青海西藏这个过路的很多这个道路下头，老司机就告诉我说底下都是冰川，就是上头才有了一点，就不是吹风吹来的一点土啊，怎么回事？所以经常走着走着这个地方就塌方了，就一个大深洞，啥也看不见，很深的洞，其实是地下这个地球变暖嘛，地球变暖之后，地下这个流水的这个小溪，吹得严重一点之后，表面的这个马路就坍塌下去了，其实都是冰。所以当这个地球提升了30度、40度的时候，很多冰川一下就溶解了，并且冰川溶解之后还是淡水。但是天气又极热，会发生什么现象呢？变成蒸汽，也变成地上的水跑到天上，天上再到处下，所以满山遍野全球式的超级大雨，因为太热就下雨多。那你们想马来西亚雨多不多？多呀，这3天2头就得下一场雨，对不对？那你要在西安北京不可能3天2头下一场雨，对不对？它比较干，这地上的水少，那它下的雨就少。你这地上的水很多，随便一晒，那个蒸汽就觉得再下一场吧，对吧？不下就撑不住了，就是。那云也撑不住这个雨水的重量嘛，它就得下来。所以地上的温度又高，水源又多，所以呢就下雨。它这样的天上地上的这个水循环自动就形成了，所以那时候那个大雨有多大呢？就像满天遍野全球式，好像就有人一直拿着大水龙头，超级救火的大水龙头一直往下浇水，就是这么大，就漂泊大雨。
瓢泼大雨就是像拿大水瓢往水桶里往外舀水那么大的，一直这个铺天盖地的往下砸，就这么大的雨水，所以很快，比如说下上10天之后，这个水就可能达到了10米，而且水来的太猛了之后呢，这个水啊从你那个乡村城市排不出去，就遍地都是水灾，就是这种感觉。并且来这么大的灾难的时候哈，如果不懂的人，如果做个动画，就是说好吧，雨来了，下着雨，那这样山下的人吃苦了，山顶上的人就没事儿，不会是这样的。你们看一部电影叫《唐山大地震》，冯小刚拍的哈，他们如实还原了类似于当年1970几年唐山大地震的那个现实的场景。有很多神秘的东西。第一个就是连绵大雨下个不停，第二个出现他们说像龙音，就是龙的声音，又像牛，一个巨大的牛吼叫的声音，就哇那种声音很奇怪，你就觉得你听了很瘆得慌。还有天上那个闪电雷哈，还出现类似于激光哗散出去那样子，就人想都想不出来。那个时候天地就出现这个，它是天地不太平啊，天崩地裂的感觉。对，天崩地裂。这大地呢就会翻滚。是。对。那个鬼哭狼嚎啊，那瞬间一下，尤其是住楼房的人，跑都跑不进，咵就砸死了。没砸死的就在那哭喊。变成都是哭喊声啊。这是变成了孤魂野鬼。哎呀，可怕呀！正在睡梦之中啊，那半夜2、3点钟，地震最厉害要人命的都是半夜，就这样大地震，很好玩吧哈？还有记载说天上出现那种蓝绿的光，像一个大光圈照出来，也不知怎么照出来的，也有人说那叫地光。如果不是超级大地震，大地不裂口的，你看不到这个光。但是不是南北极的极光哈，很恐怖的。所以当这么大的一个让人类灭绝的这样的一种大天灾来的时候哈，它不仅仅是下雨，那个打雷哈，就像在你眼前打雷，哐一声，就是汽车当场劈碎，房子当场劈倒，人呢，人根本连蚊子都不如，人太渺小，这么大的灾难就来了。全球式的，所以住在高处的也没好到哪里去，住在低处的走得更早，就是这样，人类的灭顶之灾。对，所以那就是所谓诺亚方舟这个大水传说当中的这个内容，真实的情况可能。对，对。那我是说呢，雕刻这石头像，可能是我们说的这个大洪水。没来之前的里面那些人，他们这一代人呢，是智商比人类要高多了，智商和科技能力非常高，是他们造的。但是我也理解不了，说他们有多大的能力是飞到这个岛上来的，那么老远的距离，就你想发现它都很困难了，对不对？除非你站在外太空角度来看这个地球。要刻意找在太平洋上找这个小肚脐，对不对？刻意找，用高科技找，说不定才找得着。所以，如果是上一代这种比较智慧的人种，他们来有能力雕刻，但是他哪来能力去发现这个岛或者来到这个岛上呢？因为他离陆地太远了，所以这里也不成立。就是我想完了之后也不成立。那就还得是神造的。对，他有能力造，但是他没能力发现，他没能力飞过来。是个更高的文明，他们有他的科技很发达，智慧很高超。对，这样子才能造得出这些神像。对，如果假设有第三种，就是只能说，根本就是外星人造。外星人在这塑造的时候，他不是说哇，我发现地球上有人这个样子把它造出来。不是，是我们这个人类，这个被制造出这个人类之前，他做了些模型，
可那个时候，我认为哈，这个复活节岛不是在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孤岛，但是它是连贯着大陆的。比如说连贯着南美大陆。对。巴西啊，是的，是吧？秘鲁啊，智利，智利啊，因为它那里有一道海下山脉，是这个它是海下山脉当中最高的一个部分，是，它是连起来的，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人呢、动物的来回走是可以的，所以那个时候这个现在看的这个岛哈，不是这么个高度，是更高，因为它的水更浅，或者是通过地壳变动哈，它整个这个海底山脉哈，海底山脉可能再往上提高100米。你如果这么理解呢，它根本就是和那个南美大陆连在一起的。对。这样就可以理解了。可以啊。对。我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干这个工程哈，我觉得是和哪里呢？是和南美洲大陆连起来嘛哈。就那个秘鲁的山顶工程是一伙人干的，神或者外星人干的。因为秘鲁还是一个现代食物的试验场嘛。对。你记得那个土豆的故事吧哈？是。土豆啊、红薯啊、玉米啊，都是他们研究制造出来的。对。是这样的。所以，这有一群可以理解为是神。高级生命。对。但是你也挺恶心的，可以理解为他就是某种很爱地球人类的外星人。他们干的这个活。对。有趣。这样就容易理解了。对。所以这些石头是在像念着魔咒一样的空中盘旋的雕刻好了，就空中飞翔的就来到了它该放的地方，就是这样。对，它没有费那么多的电。是，不用拿个棍儿在底下拖着呀什么的，滚着呀这样。那个是人类想象的，而从神类想这个事儿就容易了，很容易了啊。对，几十吨重也不在话下。对。据说哈，你们俩有没有发现哈？据说是它的地球上，和几大文明神奇的建筑是一条纬度上，是不是？对。比如说像金字塔。对，它和金字塔，还有就是马丘比丘天空之城，它们都是可以就是在一个圈上的，对，就它不是同一纬度，但是它是画在一条圈上，对，那条圈它不是赤道，所以呢，也有科学家会说，是不是赤道偏移了方向？那个是曾经的赤道。先不管那科学家怎么看哈，反正有这么一个偶然的现象，对，他们都在一个北纬的一个度上头。是吧？同一个圈上。同一个圈上。对。还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讲到这儿哈。比如说，现在这个复活节岛这个位置。比如说2万年前或者10万年前。它是高出海平面100或者180米高。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到就是一个连接的。我们做不了那么快哈。立刻图纸生成，哇，这一个岛从水里凸出来了，就是一个大山脉，说这根本就不是个孤岛，这个就是一个地球伸出来一个长臂，对不对？是。难道仅仅是这样吗？还不是。它两边像蝴蝶一样，比如说往右边，这个蝴蝶翅膀呢连接了南美大陆，往左边伸出来，连接了亚洲大陆。以及印度洋。所以那个时候，在那个年代哈，就是现在的，比如说印度尼西亚，它不是现在不是岛国吗？对。过去人们根本就不是岛国，就是山区，是连起来的。它这个陆地呢，一直连着新加坡。为啥叫新加坡呢？一滑溜就到印尼去了，对不对？所以新加坡已经，可能这个名字已经可能几万年了。就那时候是连着的，你那时候没看到海，可是它周边有海，但是多数情况都是大陆连贯的，都是因为这个地质的变动，使得原来哈，比如说印度尼西亚，连着这个澳大利亚，
一起的，它是连在一起的，连那个国叫啥了？新西兰。新西兰啊。新西兰。嗯。对，它都连在一起。嗯。还有澳大利亚，左边的一些那个岛国哈，我们不知道叫啥名字了哈，那些它都是很多，它都不是海水，它都是陆地。所以当这个尤其是这个外星哈，外星球有多大呢？比如说有10个足球场那么大，这么大的一个星，从天上砸下来，所谓砸到了太平洋，就南太平洋这一带，就把这个地质给砸下去了，把它砸下去，才塑造了今天的西藏和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才有今天登珠峰、珠穆朗玛峰。因为珠穆朗玛峰它一直在动着，它在挤压的还在往上涨，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在西藏、青海那个高山里头我都发现了很多的那个石板，很多石板的夹层之中就是鱼的化石。或者那个海藻的化石，所以过去来说，它根本就是在海下、海底，但是经过了至少几十万年，或者是2亿年之前，它被一个行星砸了之后呢，把这一块砸下去了，也是赶巧嘛，它砸的位置比较恰当，所以有些像比如说印度尼西亚这个就是南太平洋地区，就沉挖下去了，它一起嘛，这个能量砸着把它带下去了，可是呢。北部的，像这个青海、西藏这一带就砸得凸起来了，就是这样子。你听我的吧，肯定我们一伙儿砸的。所以它是连贯着的。对，所以它可能在造这个像的时候也许那个时候，我说这个蝴蝶的翅膀还没有沉在大海里去。就变成更叫新的好玩故事。好玩，开始就是因为观想着那个时候的世界。因为有一个东西，我也不是乱说有一个东西，就是在印尼的有一个岛，现在还有，有一个像，和这个叫摩埃石像，有点类似。就在印尼的一个岛上。找一下图片出来好的。就是这样的。所以下次去印尼旅游到这个地方去看一看。同一批神级的这样的生命建造的。对。那它就是这么多的这个石像师父，它为什么选在这个岛上？这个岛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刚才咱不是说了吗？就是有2个翅膀。当地远古传说的时候，说这个地方实际上是这个地球的肚脐。当旁边那个翅膀之前还在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地球的腰带嘛。现在只是腰带呢泡在水下了。但是呢，你从这个卫星拍的海底照片你还能看出来，它有宽窄不一样的，就是水下的大山脉。这个岛，别说这个岛其实就是南美洲的大陆，通过这个山脉是连贯着南亚的，是连贯着印尼地区，就是这样的。还有这个岛上的居民，那个屁股上生下来也是有个青色，这和印尼人差不多，长相也差不多不黑不白的，这都是这样子的。DNA。他们的 DNA 不属于南美人。你看所以呢，他们先在哪里呢？先在这个秘鲁，天空之城上头先修了这个当时叫的神庙。那么又在秘鲁干了很多大工程，都是建筑工程。再加上土豆实验工程，玉米实验工程，还有物种实验工程。他们通过青蛙的 DNA 造新人类，但是在一个湖里往外弄
啊。对。哎，所以泥巴造人也有这个说法。哦。好，那最后顺着这个岛屿呢，当到了这个现在的这个拉帕努伊，就是复活节岛的时候，对，哎，就在这儿制造了这些类似于人的神像。啊，他造这些像是另一个原因，一会儿我们再讲哈。对，那么再去印尼，又雕刻了这些像，就这样的话，能对地球是有好处的。哦，这个就是印尼的。这是印尼的这个石像。对。你看，也是有相似处。哎，你看这个手势也是一样的。手都是在肚脐下腹部的。肚脐下腹啊。你看长得像印尼人吧？你看都是大眼睛啊，大圆脑袋。额头很大。而且耳朵很高。耳朵长的位置像猫长的位置一样。哎。高智慧的生命。对。很好玩吧？好玩。它是连贯起来的。是。往北呢，土耳其，你看也有。对。对。是。地球的腰带。明白了。那这个岛上的一些现象会不会，或者是包括金字塔，就是这些重要的地点，他们建造这些非常伟大的建筑的地方，如果出现了一些现象的话，是不是会预示着一下地球的这个健康啊，或者是未来这样呢，师父？如果说它真的像当地人从古老传说中说的，这个是地球的肚脐的话，那么就应该会在这个岛上的某些石头的变化，尤其是石头人身上的变化，比如说因为上头也有的带一点青苔，那个颜色的变化每年不一样，比如说到了新的26年来了，你再看这些石头像上，就有代表的石头像上，你看总觉得有水滋滋的，青苔变多了，那就是今年呢大雨水灾可能就会重一些。今年是不管怎么下雨，怎么这个总是看着这个大石头像怎么那么显得那么干燥呢？灰白的颜色呢？那今年可能就干旱。那么还要看它的左边右边，比如左边右边代表着东西南北，对不对？那它的比如说它的左边就是属于印尼，那左边这边就特别干，那可能印尼容易出现干旱。如果它左边泛红，可能印尼火灾。就是我只是从惯性的推理，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它包括这个秘鲁的天空之城马丘比丘上头这些东西，它都是有所就对应性预言，这个人世间接下来的这1年和3年里可能会发生什么灾难，但是也要会解读。这古人一看现象，再加上巫师再进行灵魂性的通灵做法，他可能掌握更多资料。今天我们总是从科学表象看的时候，有时候这个表象你看不懂。再延伸的金字塔也是这样，你看它哪一面，看它对应地球的，这是欧洲啊，还是这个亚洲啊，还是非洲呀？因为金字塔所处的方向是吧？你看它的有一侧是非洲，它的南侧就是欧洲加亚洲，是吧？所以它都是也有对应的方向的。如果你学会去观察，你每年去到那个地方观察，一定是有些差异的。所以这些伟大的建筑、神造的建筑，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去守护它、保护好它们，哈。当然了。对。那师父，相信网友们也都很好奇哈，为什么这些神级别的这些文明会在这个复活节岛上，就是建那么多石像呢？这些石像代表着什么？就为什么要造这些石像？因为它是地球的肚脐眼儿。那对于人来说，大家都以为像心脏就特别重要，对不对？心脏停跳就麻烦了，没有说你肚脐不停跳了，就是也死了，没这个说法，对不对？
但是你渡起的是要生命的源泉。是。所以这一个小小的岛，它如果是意味着是地球的肚脐的话，这些石头像是守护者。当时制造这个天神制造这些石头像的时候，都赋予了它生命。它虽然自己不能走路，但是它们组合到一起进行观望与守护的时候，其实它形成了一个超级的磁场。你比如说，你看到有一些科学实验没有？说哪天给你们做着看哈。我们比如说用4块磁铁，我再加上适当的铜丝连线，就有可能在中间放一个硬币，这个硬币可能自动旋转和最后漂浮起来。这是电子的一些知识啊，你们这当时这个物理类学的不太好是吧？是。哎，电子类的工程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几个尤其是铜丝线圈适当的摆放，就产生磁场。磁场就产生了一种动力、一种力量的作用，对不对？请问，我现在手里拿随便这有2支笔哈。这2支塑料做的笔。它们之间我离得很近，有没有一个磁场？有。只是我们一般的日常生活用不到这个磁场。是。只是一般用不到而已。但是呢，用于今天比较高精尖的一些电子设备的时候，就有可能用得到。所以有很多的设备说某一个探头要用铜的，有的探头要铜的可以，上头要溜一层金，有的时候必须用银的，还有的必须这个探头要用镍这个元素，都是有原因的。说这种金属它的敏感和传达的能力就比较好。你比如说拿这个音响，咱们唱歌吧，听这个音乐家弹琴，好的音响就那么大一个大木头箱子哈，比如说弹个琴噔一声，一般的小收音机呢，噔就是不好听。但是同样这个音乐是一个很大的大音响一弹咚，很好听了。这那个厚重美的感觉就产生了，对不对？所以这与它里面的一个是喇叭本身的质量有没有关系，还有这个箱子的厚重大小有关系，还有一个它衔接的那个铜丝，那个衔接点的金属有关系。那么贵的那个音响那个连接点，都是金的，上是溜了金的，让这个金传导过来的那个声音，就会让声音变美，是比我们现在的声音还要美，再加上这个箱子共鸣的那个作用，就变得更美，是这样的，是吧？所以它同样用金属线，用一个铝丝线连过来，不好听，都是中间好像是钻了洞似的，你的声音都干巴巴的，就像那个火山岩一样，中间都是洞。所以你听一些老唱片，那个唱歌的时候，一听唱歌的是中间咔咔咔咔都是空洞的声音，知道吗？这就不好听。那么用黄金溜了金的这个铜线呢，等传达过来的时候呢，它把你声音的密度加强了，所以本身就变得好听了。就比如说我的声音就是这样说话，今天你用普通电脑上那个破喇叭播的时候，你觉得这师傅声音就那样。但是你如果用那个高级音箱播我的声音的时候，你觉得这是天下最美的声音，它一下就变美了。所以不同的物质，它传达的这个能量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我讲完这个了哈，这是叫金属，人们用电子配件用金属中用挑选某种金属，使它变得更美或者更差。有没有说某种能量就是通过某种石头来传达的？也许我们想不到，也许我们的曾经在学校读书的那个读书的这个高度还不够这么高，就想不到说，如果用这个石头柱子，就说大理石吧，咱不说更贵的石头了，就大理石磨成一样粗细的柱子，排成一个圆圈，请问中间会不会形成一种磁场？会的，会的。
那它的能量有多大呢？很大。我觉得如果把它变成电能哈，它用来煮一锅饭，保证是随时2分钟就做好了，就是非常强大。对。但是如果让它传递的某种语言信息、文字信息、图案信息的时候呢，它可能比我们今天电脑传的还快，知道吗？只是说我们今天的智商，还有我们的见识，影响了我们大脑对它的看法。我们最早传输能量的一个东西，所谓用今天西方科学的概念哈，传输东西的时候，是就像那个电灯的那个电线是金属丝，对不对？最后发现金属丝中的铁丝容易起火，最后说用铝丝，铝丝也容易出问题，就不如铜丝，铜丝就不如鎏了金。但为啥不用它？因为太贵了，所以用到了高级音响上。所以一个高级音响有多贵呢？它贵不是喇叭贵，而是连接喇叭那个线是论公分卖的，太贵了，就是因为鎏了金，所以它质量就好了。所以这些已经成为了往事，已经在50年前很多专业人士用的都不愿意用了，是不是啊？当今的电脑之中用的都是金属吗？不是，是金属类加石头类，就是金属加硅类，硅就是这个石头类。沙子啊。因为有这些石头，才使电脑成为了电脑。如果全是金属丝，电脑就不是电脑，那叫二极管时代，知道了？哎呦，你们是大学生，让我给你们讲最初级的孩子课，文化太低啊，所以这个可能火山石它的传导能力更强啊，所以它排成了这么大的一个系列的时候，它这个能量就是极强，也许在镇守着什么。对，而且他们都是对内的，他们的方向脸都是冲这个岛内，确实有那个守护的这个感觉。镇守着地球的肚脐。从形象上是一种守护，但是从它的排列能量上才是它重要的点。也因此，这些像不准搬动它，只要一搬动，可能地球的某一个位置就可能出事儿。理解了。所以你挪动它，你那地方可能就山洪爆发，可能大地震。我是认为极有可能的。对，守护着地球的平安健康啊。对，所以这个岛上，他那个政府就规定了，谁也不能拿走这个岛上的一块石头。是。如果你违背了的话，就可能是招来灾祸。政府不是派人来打你、暗杀你，不会的。就是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定义性的诅咒。是。对。因为这么个岛，第一个它资源有限。大家都拿来，最后这个岛都没了，对不对？第二个呢，守护者就是因为这上头每一块石头都可能具有这个能量，所以不要拿走它，因为它还为地球还起到一个重大的作用。所以大家去那个岛上，不要随便把岛上的原有的这个物质拿出来。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夏威夷岛啊？听说过。夏威夷岛就有个女神。火山女神叫霹雳，叫霹雳，名字你都知道。霹雳霹雳，霹雳女神就说了，谁拿走我们岛上的一草一木，我就找他麻烦。对。所以很多孩子不懂事，所以一发现说这个石头有颜色很漂亮，我就拿走，反正旁边也没人看见，是我自己捡的嘛，当纪念品了。对。不到2个月就寄回来了，受不了对，太多倒霉事那车都乱飘。对，不是撞车就是磕到牙，对，或者是反正就会容易出事儿。那这个复活节岛也是这样子。它上头这些石头这些东西，大家也别动，你动的话都会招来灾祸。因为它可能会这个小小的岛国，它可能产生这个作用可能就是守护地球。有这种事，我们宁可信其有。是。
对不对？不要去惹这个麻烦。地球一旦出现那个大灾祸的时候，谁都活不了。是真的，人类太渺小了。对，所以最好的话，最好不要去旅游。远远膜拜一下就可以了。对，还是要敬畏大自然啊，要爱护我们的地球。是。是。那师父啊，那我们网友们都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那这样神级的高级生命，他们建造这些石像，他们有什么特殊的目的吗？还想传达什么寓意？对，想要给人类传达什么样的启示吗？一定有啊。第一个告诉你，说你看这些活你们干不了吧？确实是。人类摞在一起也干不了，对不对？这是我们干的。非常惭愧啊，人类。还有说你不要太傲慢，你以为自己智商很高，对不对？你看我们干多大活，这多有难度，对不对？你看我们都干了。所以告诉你，这叫人外有人。我们这些人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我们就是你们说的神人。但是可以归为人类，他叫神人啊，能力太强了。对，一个是有这个叫警示警告。其实第二个呢，有一个另外一个概念哈，就是有高智商人类。我们的智商比你高多了，虽然不是神，但是我们属于人。但是我们的文明毁于大水，我们没扛得住大水的冲击。你毕竟依赖于地球嘛，可是大水把人类能住的地方都冲光了，所以我们也死了。但是这个是在我们死之前造的。对。第三个呢，人类就传说中生于水嘛，中国人说女娲造人，对不对？就是说有始有终啊。整个这一代的人类生于水，将来灭于水。就也有可能会有大洪水。就是我们这个不是这一代，我们这一批的这个人类物种，对，未来最终的灭绝，非常可能，我们现在没办法去预言哪一年会发生非常可能会死于同样的大洪水。就是它危险有多大呢？咱别说人类多养那些牛，多放那些电，多烧那些窑，地球变热了，变热把我们淹死，这个几率并不高，或者比较漫长。但是，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如果在这个星空之中，有一颗体积挺大的一颗星，不管自己是转过去的还是被吸引过去的，因为太阳的能量是很大的呀。一旦给溜达过去，吸到这个太阳里头去呢，就像水桶里扔了一大块石头，那个太阳风暴就产生了。太阳风暴一旦产生，地球的温度如果持续半年，也不是说半年，就持续1个月。咱们今天地球的温度平均多少度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平均25度吧20度，平均20度。如果它平均涨了20度到30度的话，我们都得灭绝，就再一次被灭绝。那冰川融化，海平面其实升高个10米，人类的文明就基本上保不住了。全部淹没了。是。对。就是这样。所以这也是在警告大家。对，也正是说，他为什么在一个太平洋上，现在孤零零的一个小岛上呢？对，他就是挺孤单的所以这些石像回头一看，全是水。人类来于水，将来毁于水。从哪来的到哪去？就这意思。那肯定说，还有网友就会说，那我们怎么办呢？对，师父。说当上天惩罚人类，这个叫，如果按佛教说共业的话这种业力的话，说我们就应该共同觉醒，要善良一些。你看，知道制造某种东西对人类危害特别大，但是你们为了利益，我就拼命制造，你要的都是眼前利益，对不对？说我的公司今年又挣了100个亿，我的公司又挣了1000个亿。你看我多牛，
我赚钱想比神还厉害，就图这个眼前的利益，但是可能就失去了未来。当我们的科技每推进了一步，我们的贪心每狂妄多10年，我们人类就离灭绝就靠得更近、更紧急了。就是这样。所以不是你制造了火，而是让上天发火。就当这个夜来的时候，这个行星邦当就撞上了这个太阳，太阳那个火轰就起来了，就像你们家火炉的火冒出来1米长，就开始烘烤你，那就火灾就来了。就是这样，你又扑不灭，太阳上的火谁都扑得灭呀。地球的温度一下变高，你中国过去后羿射日，对不对？你看，为什么说9个太阳？太热了，就是热到了没法形容了，哇，实在受不了了，是不是有9个太阳？那9个太阳咋来的？就是眼睛看花了，太热了，太热了。那这个热是怎么形成的呢？最多的原因还是外星球撞击它。这时候这个人类大灾难就来了。所以当有了极热，就有了超级大雨。说没把你热死，也能把你淹死，淹不死你，能把大风把你吹走了，就是这样，也能把你给吹死。所以，人类真正的天灾，我们根本是没法消受、没法抵挡的。人定胜天是不可能。这句话只是鼓励人去努力做事而已，而不是和天抗衡，抗衡不了的。所以呢，我们应该说，我们的人的目光看得更远一点。这些黑心老板们的心呢，别太那么黑了，往人类历史长河能看得更远一点。那人类呢，在地球上持续存在的时间就再长一点。这就是我的感慨。感恩师父啊，那也真的希望这个，就如同复活节岛的名字的提示一样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人类还是能够及时的觉醒能够听懂师父的话能够让人类更长的延续下去，能够让地球更长的延续下去。那我们现在讲这个内容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时间上的节点。就是说，我们的呼吁的声音也并不大，但是我们并不小看自己的呼吁所以呢，我觉得人呢。你看历史上几次大洪水的时候，都是神是怎么说的呢？都是因为人太贪婪了，是贪婪过度了，然后就是让神很失望，人贪婪暴力。就像一位长辈说给你们钱养你们这些孩子，结果你们互相残杀，你为了自己钱更多把兄弟杀死了，把村民杀死了等等的，就是你的贪心太大了，不行。对不对？就弄得老爹最后发怒，就干脆把你们全灭了吧，所以神灵在看人类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那在神类怎么看待人类的善恶呢？就是贪心的严重度，这尤其是那些超级上市公司那些老板们，就图眼前的业绩、眼前的钱数，谁钱数多谁是老大，这个是比较低级的。比较鼠目寸光的一种思维方式，他没有往这个地球上的未来，应该关照到地球的未来，但是为什么说，就算是想到了未来也挺麻烦，那为什么今天还那么贪心呢？说今天我不去，往这个绝路上走的话，就是比如说我的武器就没这么强大，我就可能打不过你。我从精神上受制于你，所以我哪怕咱们死得快，也得同归于尽，也不要让人类长久的存在下去。也许他们根本顾不上想这一点，光顾着那种争斗残杀了，最后让人类呢毁于一旦。所以呢，我今天的呼吁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善良的心，你不爱别人也爱护这个地球你不爱这个地球，地球毁的时候不会说把我淹死，把你能留着，真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人类的共业，要死是一块儿死的。所以大家还有一个热爱人类、热爱地球的这样一种愿望。
啊，所以大家无论是从吃饭要讲节约，别讲奢侈，是不是啊？衣服只要有就好，不要光讲最时髦最新颖啊，对吧？不要浪费钱财啊，要尊重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的自然现象。所以我们要停止破坏，停止这个滥砍滥伐啊，对，平息战争啊，消灭战争。你看，那亚洲也忍不起有两国开战之类的哈。我觉得，如果人民奋起去抗议的话，我觉得很多官员也还是怕的，是不是啊？如果能抗议的国家的话，就抗议一下，是吧？你看前头泰国和那个什么国还打起来之类的哈。对，那现在这个亚洲连接这个欧洲的地区也不太平，天天就要开火了，还打死人，是吧？这些都是很不吉祥的。所以人们要有一个尊重世界、尊重万物，还有尊重人类的心，就不至于那么互相杀害了，还有这个诈骗集团，你要尊重人类，你就不会那么见人就会骗，对不对？一些没有良心的骗子，这将来都会遭天谴的。什么叫天谴啊？就上天给你的灾难，你是躲不了的。所以我们要怀有敬畏、感恩的心来面对这个世界，能让我们这个人类在地球上，这个人类这个大族系能存在的更久一些。感恩师父，太受启发了。对，是今天学到了很多，复活节岛这个神的建筑对，经过师父的解读带给我们真的很多的感慨。是很多感慨。感恩师父。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的主要的内容跟大家分享了那春节也要到了，师父。对。春节要到了呢，那也有个好消息想跟大家分享。好。对，去年呢，我们有一个上头香的这个功德项目网友们特别的喜欢很多网友呢都发来了，就是因为师父亲自为大家上头香在大年初一，然后把我们的愿望呢讲给佛菩萨听就祈愿佛菩萨让我们都心想事成。很多网友去年来上头香之后都是获得了特别很多不同的很好的见证发来给我们，所以网友们强烈要求今年也希望还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就恳请师父非常的慈悲。今年呢，我们菩提禅修学院网站也会有师父为大家亲自上头香这样的功德项目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我们有3种头香，师父给这3种头香的加持都非常的强大，也非常的特别我们的1等头香这个每斤888元师父的加持祝福是消灾除恶、寿比南山、消除魔障、吉祥圆满。就是对，尤其是这个2026赤马年要来了真的是带给我们所有能够发心上1等头香的朋友们都能够延寿化解流年的冲犯消除魔障，万事亨通。对。那今年的1等头香呢，也非常感恩师父，就是所有供1等头香的这个有缘朋友呢，都会得到我们菩提禅修学院赠送的一盏安泰岁灯。价值99美金，对，就是不光能够新年上头香，而且还有一盏安太岁的灯2种保护一起来保佑我们吉祥平安消灾延寿。那我们的2等头香呢，师父的加持祝福是这样的，是消灾除恶、招财进宝、人见人爱、马到成功。就是祝福我们所有上2等头香的朋友们都能够在2026年财富丰盈魅力无限，人缘极佳顺心顺意。对。那3等头香呢，只要8美金3等头香我们师父给的加持祝福是消灾除恶、出入平安、一帆风顺、如意吉祥。对，在赤马年来临的时候，能够让所有的人都出入平安顺利安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非常感恩师父，今年我们所有的网友朋友也会有这样的
吉祥的机缘，能够在师父的加持下，能够供上我们的新年头香。然后也非常感恩师父，就是我们今年所有上头香的网友们呢，师父都给我们送一个额外的加持的一个小福利，就是但凡在菩提禅修学院你上完头香，就是下完订单之后呢，您的这个页面上，来我们可以看一下，页面上就会出现一个小动画，来，我们一步一步来哈，就是我们现在到学院网站上，去点击这个上头香，那你选择就是上你想要的那个等级的头香，对，非常容易的，非常容易的操作。好，来我们继续，来继续，然后加到购物车里对，然后就是付款结束之后呢，就会出现这个小动画哈，点击抽奖。那之后呢，就会出现这个页面。那师父为我们所有就是今年上头香的网友们呢，都会赠送一个特别的手机屏保。那这个手机屏保呢，是有很多很多的祝福语，就是师父送给大家的这个祝福语，而且都是非常精美的设计。那我们可以下载这个手机屏保呢，放到我们手机的桌面上。像这样子图片上显示的，然后这份吉祥护佑呢，时时带在身边。我们这个手机屏保呢，师父今年设计了10款，那就是说你每上一份头香呢，你就能下载一个手机屏保，是随机的，就是出现的。像我们现在最流行这个盲盒概念。对，所以就是你要就是上多一点头香的话，你就能有机会收集到这个完整的一套。我们要收集我们的手机屏保，吉祥祝福和加持哈，是每一款都是师父最用心的祝福，最真诚给我们的最祝福。那除此以外呢，像刚才师姐说的，就是但凡是上1等头香的朋友们，就是师父都给我们赠送，就是1盏99块钱的安太岁灯。那这是1:1的比例哦，就是说我上3份1等头香的话，就送了三个安太岁灯。真的就是3盏灯，就是有多一份这个护佑和加持在里边。非常感恩师父。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个头香就已经上线了，是吧，香可？是，现在在菩提禅修学院网站上登录上去，就能够及时的去上头香了。对，想盼望新年吉祥的朋友呢，你可以尝试一下上头香哈。因为就是到春节的时候这一刹那新年来临的时候，这个吉祥的这种感觉，吉祥的这种讯息感，其实对你这一年的这个好运呢特别的重要。我们说点不太吉祥的，比如说你这个新年的时候，比如烫着手指头了，或者端热水烫到脚了，或者咬破舌头了，我说光是这样的都有可能会让你今年有赔钱，就投资失败，或者是撞车见血见红的可能性。所以这个新年这个是否吉祥这个状态呢，其实我在之前我很多时间我在观察，真的是挺灵的，就是新年这个时期的很多表现的这个现象很灵，尤其是这个冲犯太岁的这些朋友，真的是有很多人倒霉，甚至是去世。很多40多岁、36岁、48岁去世，那都是这个本命年的对，很多你看名人嘛，普通人可能没人管了就名人大家关注到了，都是这样子。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特别重要。还有的在这个犯太岁头一年和晚一年，也是容易出事儿，所以这都是要小心。所以最起码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在这个犯太岁这个年景经常在做事业的时候，我算是说还算顺利吉祥的，叫做进一步退2步。这还不是大灾，这你努力干了半天，年底一算账白干了，就是这样，就是进一步退2步，就是这样子说进一步退1步已经算很好的了，你也不用骂。这没有灾出现算不错的，对，它是这样的，就是一种天意这种状态，
人类经过常年的观察之后，确实发现有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个新年呢，重返太岁的朋友啊，还希望自己的这个新一年到来哈，因为有的是年龄问题，有的年龄不是老人哈，反而到了你看你过是20岁之后，你看考大学、找对象、找工作，找工作找了对象之后，尤其涉及到租房、买房、过日子。要说，还有很多人说不买房，我闺女就不跟你结婚。你看，这逼得男方，哎呀，都快撬石头来卖来了，就不知道要弄点啥才能换点钱来，对不对？对，所以其实青年人这个年龄是更需要保佑，更需要顺利，更需要财富。对，那老人呢，比年轻人还需要，虽然不结婚了。但是这个时候身体差了，不挣钱了，对吧？没钱生活、流落街头的老人挺多的，不管哪个国家，很多老人活得很悲凉，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顺利度过这些灾难年哈，先有一个好身体，别出什么事儿，对，那再慢慢赚钱，还有新年做得好的话呢，还能促进你能够生财、发财，多得一些偏财。我说偏财不是偷抢的哈。是正常的，您正好一低头一个文物是吧？又不是别人的，捡起来卖了，他可能卖个几万美金，你又是得偏财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大家都需要在这个新年春节到来的时候哈，有这个吉祥的护佑，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不管上头香，还是在佛前点灯，还是给人一个美好的祝愿，或者你得到一个美好的祝愿，都是非常吉祥的。所以过年大家给你吉祥的话，你别摇头，你不要说不，你不要说 no。比如说祝你哈，新年吉祥，收到，你一定是收到。新年得更多财富，收到，感恩师父。对，新年你会吉祥圆满，收到。祝你事业有成，收到。祝你早点找到好对象，要说收到。对不对？还有早生贵子，收到，对，这样就比较好。你别说那不行，我还没结婚，等等的，你不要去这么想，因为早晚都要有这个事儿哈。有很多人就不懂，你说早生贵子，他一摇头说我还没对象呢。你摇上3年头，你结了婚生孩子都很困难，对，别摇头，早晚都要生孩子，就点头就行了哈。对，所以新年我们的很多行为动作真的要学习一下。很多年轻人不懂，所以新年人呢，到咱们道场来礼佛呢，就是非常吉祥的事情。对，你就算是运气不好，到咱这来礼佛哈，你都会变成好运气。何况我们各禅堂的我们的禅师法师们给你进行加持哈，给你吉祥的祝福哈。对，厄运变好运，对，普通运变大吉祥这多好呀！所以新年这个。上头香点灯特别的重要。感恩师父，新年多沾佛光。是。好，那师父也请师父加持我们这个语树房的赞助者好吗？好的，好，祝福所有语树房的赞助者，来支持我进行网络弘法的所有的朋友们，健康长寿。消灾灭难，收到；解除一切危难，收到；得大吉祥，收到；顺顺利利，收到；抬头见喜，收到；成就圆满，收到；全家兴盛吉祥，收到。感谢。感恩师父。那我们也预告一下，我们下一期直播时间是北美温哥华时间呢是1月23日，是周五。现在那个直播时间有一点调整哈，就是1月23日周五晚上6点钟。那亚洲台北时间呢是1月24日周六上午10点钟。感恩师父。好的，好，祝福大家一切吉祥。健康快乐，
咱们下次直播再见。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因为有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